大家好，欢迎来到30天社交自如计划的第12天。今天的主题是很多人心中的噩梦——拒绝。拒绝的艺术就是学会优雅的说不。其实很多人不敢拒绝，是因为害怕拒绝会伤害彼此的关系，破坏了友谊的小船。但事实往往是，当你没有满足对方的需求的时候，你们的关系才真正暴露出了本质。所以，如果你总是担心拒绝会让关系变差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可能压根就没有朋友。然而，高情商的拒绝不是为了推开别人，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同时，不给对方留下负面印象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？就是当别人找你帮忙的时候，你的大脑呢，在疯狂的喊着不，但是你的嘴巴呢，它自动化的就会说好的。然后接下来的几天里啊，你就一直在后悔和压力当中度过。举个例子啊，你的朋友问你要不要一起办张健身卡，你不想去，但是又不好意思拒绝他，于是你就说，这个吗？我再考虑考虑吧。结果呢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给你发消息说，哎呀，我俩都办了健身卡，就缺你了，你也赶紧来办一张吧。这个时候，你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，但是你心里很不甘心，觉得这是被迫的，所以你内心是很排斥的，甚至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逃避。结果就是你花了钱不说，最后还跟朋友闹僵了。你说这冤不冤？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怕的并不是拒绝，而是怕拒绝之后，关系会因此而破裂。但是你想一想，如果一个人他是不会拒绝的，那他在社交里面，他是没有所谓的价值边界的。就像一颗老母猪，它是没有边界的，只要你来拱它，它就给你拱，不管你是个什么品种、什么体型。所以，如果你不想变成别人的工具人的话，那么学会拒绝的艺术就非常的重要了。那么，问题来了，如何优雅的说不呢？或者是怎么去说这个不呢？首先你要明白一点，一个永远不会拒绝的人，在社交当中是非常缺乏价值边界的，因为没有人会喜欢没有原则的老好人。今天呢，我就教你们6个，让你可以优雅的说不。在开始讲解之前，请先记住一句话，不要害怕拒绝，因为没有人会喜欢一个没有立场的老好人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并点亮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看到我发的视频了。好的，如何优雅的拒绝别人？对了，不会把原理、事例和逻辑为图片的形式展示出在视频中。第一，用3段论拒绝法，这是最经典、最稳妥的公式。肯定加拒绝原因加祝愿。比如有人问你，哎呀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你说，我很愿意帮你，但是恐怕帮不了。或者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活动邀请你参加一下吧。你可以回答说，谢谢你的邀请，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去的，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就不去了。话术示例，谢谢你想到我肯定，但我这周手头有3个项目要结项，实在抽不出整块的时间，原因，希望你们这次活动圆满成功。祝愿，要点，先给对方一个情绪缓冲，再给出事实性的阻碍。第二，建立缓冲区。很多尴尬是因为我们觉得必须秒回，学会用时间换空间。缓冲区可以是你的时间、金钱、精力等等，总之就是给自己留一些余地。比如有同事向你借钱，你可以说，我现在身上没有带钱，改天我给你打过去，或者说，我这月工资还没发呢，等我发了工资再借给你。又比如有朋友约你出去玩，你可以说，太晚了，我得早点休息，明天还得上班呢，或者说，最近手头有点紧，下个月我请你怎么样？总之，不要直接答应下来，而是要给对方一个台阶。话术示例，听起来很有趣，我需要看一下我下周的日程表，晚点给你答复好吗？心理学原理，延迟回复能降低对方的期待值，几个小时后的拒绝，比当场拒绝显得更慎重。第三，诉诸第三方限制，把拒绝的理由归结为外部的、不可抗的规则，而不是你一个人的不想。比如说你要请2天假，领导却说，不行啊，这几天工作很忙，那你就可以说，那怎么好意思让你这么辛苦呢？或者说，哎呀，还是算了吧，最近家里有点事，应用场景，朋友借钱，亲戚求职，同事推卸工作。话术示例，真的很想帮你，但我之前和另一半商量过，家里大额支出需要双方同意，目前我们确实没有这部分预算好。先总结一下总结，如果你总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，老是被人拿捏，那不妨试试上面的方法哦。当然，除了学会拒绝之外，我们还要学会接受别人的拒绝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，也都有自己的选择权。如果一个人总是试图干涉你的选择，并且不能够理解你的苦衷，那么这样的人也不值得深交。记住，没有人会一直对你好，别惯着那些人，更别讨好谁。最后分享一段话，人这一生中，90%的痛苦来自于人际关系，而其中80%的人际关系的烦恼是因为不会拒绝。所以，我们要敢于拒绝一切不合理的要求，
也要勇于接受一切不合理的现实。当你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成熟了。休息一下，精彩继续。好的，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。第4，提供替代方案。我没法帮你做，但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，这能体现你的专业度和善意。如果你不想去对方邀请的餐厅吃饭，可以告诉他，太晚了，我明天还要上班呢。如果他继续追问原因，你就说，不过听说对面新开了一家餐厅，据说味道很不错，要不去尝一尝。这样既给了他台阶下，又顺带安利了一个好地方。话术事例，这个 PPT 我没时间帮你优化，但我收藏了一个特别好用的模板库和1级教程，我现在发给你，你可以参考一下逻辑。这种拒绝更像是一种间接的帮助，对方通常会感激你的建议。第5，非言语信号的同步性。高情商拒绝的关键不在于词语，而在于语调。当别人向你提出一个建议时，你可以通过身体语言来表达你的想法。比如，他问你周末要不要一起去爬山啊？你可以耸耸肩，双手摊开，面露难色的回答：不好意思，最近工作很忙，没空出去玩。注意，不要点头或者微笑，否则会让对方误以为你在认真考虑他的提议。避坑指南：拒绝时不要眼神躲闪或表现得过于愧疚，这会给人一种可以被说服的错觉。正确姿势：保持温和的眼神接触，语速放慢，语气坚定但柔和。你的身体语言要传达：我很尊重你，但我真的不行。第6，友好的复读机模式。面对那些纠缠不休、试图道德绑架的人，不要给新的理由。当对方提出一个要求，而你并不想满足的时候，你可以说出他的原话来反驳他。你说过不能喝酒是吧？那我们就不再逼你了。用这种方式回应，既不会让场面尴尬，又能巧妙地转移话题。逻辑：理由给的越多，对方的突破口就越多。操作：无论对方怎么劝，始终重复同一个简单理由：我明白这对你很重要，但我现在的经历的却无法支持。拒绝是一门艺术。当你不想接受别人的邀请时，你可以说：谢谢你邀请我参加你的生日派对，不过我已经有别的安排了。当你想委婉地拒绝别人送你的礼物时，可以这么说：谢谢你的礼物，但是我不需要。当有人向你推销产品或者服务，而你又确实不需要时，你可以这样说：你的产品听起来很不错，但是我现在没有这方面的需求，要不等有需求的时候再联系吧。当别人提出要求，而你无法满足时，你可以说：我很欣赏你的想法，也希望能帮到你，但目前我的能力有限，恐怕帮不上忙。当别人夸奖你时，千万不要谦虚，要学会真诚地赞美别人。赞美是人际交往中的润滑剂，它能让人们消除隔阂，缩短距离，使彼此之间产生信任感和亲切感。当然，赞美也要注意方式方法，不要一味的恭维拍马屁，而是要说出事实依据，让对方知道你是真心实意的认可他。其实，学会拒绝是一门艺术，它不是粗暴的拒绝，而是需要我们巧妙的运用各种方法，既要照顾到对方的情绪，又要坚定的表达自己的立场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我们就结束了。不要为了成全别人的期待而牺牲自己的情绪。比如，有人邀请你去参加一个不太感兴趣的饭局，如果你直接说我不去了，那对方就会觉得，哎呀，你是不是嫌我档次低啊？或者你跟朋友借了一笔钱，现在还不上了，你说不好意思哈，我现在还不上，对方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在暗示我是个穷光蛋啊？但如果你能巧妙的运用下面这个高情商拒绝的底层公式，就可以让你的拒绝变得记得体又不失礼。我们把它简化一下。好的拒绝等于温和的态度加坚定的边界。过度的解释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无论何时何地，在什么情境下，只要你想拒绝别人，就请用一种温和的态度表达出来，同时清晰、明确、坚决地表达出你的底线。最后呢，不要再做无谓的解释。举个例子，假如公司领导总是给你派一些额外的工作任务，你不想接，但是又不好直接拒绝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，谢谢您的信任与支持，不过这些工作我已经饱和了，实在没有办法再承担更多的事情。你看，这样子说，既没有伤害到彼此的感情，也没有留下任何余地。再比如，假设你跟朋友约好了去看电影，突然有急事需要处理，那么你可以这么回答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突然有个事要处理，实在对不起。你看，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既礼貌又坚定，让对方知道你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计划，也充分尊重了他的感受，但同时又没有给他任何幻想的空间。记住，千万不要为了成全别人的期待而牺牲自己的情绪。所以，从现在开始，把我办不到变成我可以考虑，把我必须变成我们可以，把我应该变成我觉得。学会拒绝，才能拥抱更好的生活。今日作业，今天请找出一件你原本想勉强答应的事情，哪怕是很小的社交邀约，
尝试使用第二缓冲区法，晚1小时给对方答复，并观察那种掌控感带给你的心理变化。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点亮小铃铛。本频道主要分享人际交往、亲子关系、恋爱关系之间的处理方法，并且每周1、3、5都会更新视频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